分过来。安娜，曹总要的文件我给你放在办公桌上了啊。哎，曹总。哎，这文件给我的。啊，是。拿进来吧。曹总，你要的文件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。曹总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喜欢吗？送给你。我对首饰没兴趣。梵克雅宝，中号四叶草，18000一条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你看你急什么呀？那天你在路口下车，害得我扣了3分，罚了200，你不该补偿我一下吗？补偿？那不是你活该吗？活该？你要这么说那不行，我这人啊是最讲公平的。今天你得把这事儿给我解释清楚了，你才能走。是不是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放开我！你还来得及！哎，你放开！放开！曹总，这小苏，你这个事儿呢，我作为人事部经理办不了，还是跟你们丛总去说去吧。他连几万块钱的项链都不要，是真的难搞呢，还是欲擒故纵啊？谁呀？还能有谁？就是那天那个苏沫。哎，你不觉得他特别有那种味道吗？老曹啊，你收收心吧，你和嫂子感情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看呢，都是表面现象，我俩早晚的事儿。可人家苏沫不愿意，你就算了呗。这个女的呀，没有一开始想的那么简单。哎，她不会看出来啊，我送她的项链是假的吧？你还真送了个假的？炒 A 呢，也不便宜啊。你说现在女孩都喜欢什么呀？这我可不知道。我劝你啊，别折腾了。他万一要是说出去，影响多不好。哎呀，怕什么呀？他多大胆子，跟我人事经理斗啊？饭碗不想要了。再说了，她是女的，我是男的，就算传出去了，那是她吃亏。真的假的？这话你可不敢乱说啊！骗你胖10斤，安娜亲口告诉我的。你这样想，他是第三方员工对吧？那他转正的速度是不是有点过快了？可是苏沫的工作能力确实没话说呀。还有卢总这大单子，咱们俩有目共睹吧？还有，你可别忘了，他当时可是破格录取的。我知道他上面有人，可是就是没想到他这么低薪。好了。哎，西西，哎，昨天你想吃的那家店今天开张了，中午我们一起吧。中午我有事情，那晚上呢？晚上我们家大宝要上英语课的呀。啊，那下次吧。好的呀，好的呀。你是说老曹，他也能找到情人？对呀，就是招商部那个姓苏的，新来的，挺漂亮的那个。脸蛋儿果然是资本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转正的速度可是创了安盛纪录的。就因为他和老曹，不然还能因为什么呀？他连大学文凭都没有，不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怎么上位呀？以后可以躲着他点儿。唉，毕竟啊，和我们正规211毕业的价值观啊，完全不是一路的。不是211毕业的吗？素质怎么这么差？知道背后嚼人舌根很 low 吗？就你还说别人没素养，
我怎么了？说说看啊！哎呀，走走走，什么人啊？你跟他一般见识，走走走。我以招商部员工的身份，实名举报人力总监曹若成多次利用职务之便对我进行性骚扰。实名举报，知道后果是什么？既然敢站在王总面前，就已经不计后果、不惜代价了。我知道我的编制是曹总帮忙争取来的，就算是不转正，重新做回实习生，我也要举报他。谁告诉你是他争取的？曹总亲自说的。人家说什么你都信？那郝成义啊，有个侄女，刚从三大毕业，小姑娘形象气质都不错，我已经面过了。我正好看行政部啊有个空缺，行政部6个月以来1次加班都没有，还好意思提缺？这个批给招商部。招商部？难道是王总批给招商部的？老于的事情你对安盛有功，所以给你转正。不过你不用担心你的投诉对此产生影响。可是证据呢？什么证据啊？既然要投诉，就要有证据，不能仅凭你的一面之词，就让一个部门的一把手担罪名。你不相信我没关系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我都会亲手撕开这个伪君子的面具。怎么撕？说说看。群发邮件啊，或者去论坛上写帖子。发帖一样要晒证据，否则曹若成会把你描绘成一个为求上位不择手段的女人，还要为她的名誉权受损而承担法律责任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说我不相信你，可是我信你又怎么样？就能直接处理到部门主管。与其把筹码放在别人的信任上，不如靠自己的努力拿到实锤。你的意思是？你的投诉我会记录在案，但仅凭你的愤怒和委屈，公司无法采取措施。我劝你也不要轻举妄动，保护自己，保留证据，才能让曹若成无法狡辩。王总，那不是我抱怨，您的那个部门优化方案想法是好的，但实施起来确实很困难。我们 HR 部门这段时间忙的是底儿朝天，而且问题是多啊。问题多，就慢慢解决嘛。对呀，王总，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啊！那突然搞这么大摊的事儿，那不光是我们部门。那其他部门的员工也有很大的意见。从容啊，招商部是目前变动最大的部门，你的人有提什么意见吗？没有啊，大家都很支持，现在的工作状态非常积极。聪总，那是在你面前做的样子，那背后说什么你又不知道。我的部门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这样吧，在你那儿做个内部调研。调研？对，发放匿名问卷，听听大家的心里话。这个我同意，我们部门全力配合。你们的工作不是已经忙不过来了吗？这个就让招商部自己做吧。好，我来安排。让苏沫做，他是新来的，各方面牵扯比较少，相对公正。这件事情不能耽误太多时间，下班前就让大家把问卷填好，晚上让苏沫整理出来，明天一早我就要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与其把筹码放在别人的信任上，不如靠自己的努力拿到实锤。
喂，曹总。进来。曹总，这是你要的文件。谢谢啊，麻烦您送过来。不客气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小苏啊，我想我们之间啊，可能有点误会。曹总，那天呢，我反应也是有点过度了，主要是啊，你那个项链吓了我一跳。你胆子也够小的呀，这有什么可怕的呀？我主要是不明白，你送我项链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还能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也懂的。有些话还是说明了比较好。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，直爽。也不光你的性格，你的气质，你的聪明，特别是你的倔强。说实话，我都挺欣赏的。办公室里说这些不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这个没有监控。来，坐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你呢，是在办公室里放不开。公司下月派我去欧洲，你呀跟我一起去，偶尔离开一下快节奏的生活，不要给自己什么心理负担，才能更好的面对生活。你觉得我这样说对吧？你这是想让我当你情人啊？你可是结了婚的。我结了婚又怎么了？但是你也知道啊，我跟我家那口子早晚要离的，就差一张证的事儿了。你放心，你要跟了我以后啊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你看你一个人在上海打拼，没个靠山，那什么时候能混出个头啊？我呢，没什么太大本事，但是在安盛人事任命上，我可是说了算哦。曹总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跟你好了，你就能够帮我升职。聪明。你给我3年时间，我保证让你坐上招商部主管的位置。不用了，我还是凭自己实力吧。嫌3年太久是不是？那就2年，这已经最快速度了，而且你的工资会按最高标准给你，怎么样？这个条件你能满意了吧？你放开我，放尊重点。话都说这份上了，你得给我点甜头。干什么呀？臭流氓！你放开我！你得给我点甜头。臭流氓！干什么呢？坐。非礼我！没事吧？你别落，你把手就放下来。行啊，你个老曹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张好说你不知道，是他勾引我的。他之前说什么你不知道，你没听见？你少来！你说了什么？我说了什么？都在这录音笔里。玩阴呢？录音给我！你干什么？手机给我！你放下！把手机给我！你给我什么？放下他！郝正，你放下！你疯了你！把他按住！按住他！你们拉我干什么？你抓他去，他勾引我的。行了，什么都别说，咱们去董事长那儿，让董事长裁定。董事长已经在来的路上，你刚才受了惊吓，我让天宇送你回去。不行，我要留下来当面和他对峙。有录音和视频就已经够了，你回去不要再想这件事。放心，我一定可以给你讨个公道。你放开我！干什么，臭流氓！松开，松开！干什么呢？他非礼我。没事吧？郝晨，你干嘛？你别落，你把手就放下来。董事长，你听我说，这都他们陷害我的。郝晨，你不知道，陷害你？对，就这个郝成一和苏沫联合起来给我做的局。董事长，我只是碰巧路过。碰巧路过？啊，你大半夜的为什么还在公司？而且你的办公室又不在我这层，什么叫碰巧路过？我让他来帮我核对资料，你不是想说我和他们也串通好了吧？王娟，王总，你想搞我不是1天2天了吧？董事长，
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你冤什么？明明你把人家按在办公桌上。我这也是一时头脑发昏。我跟你这么多年了，我为了公司没有功劳也有。你为公司效劳，公司没有给你发工资吗？这次的事情影响极其恶劣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，你让我太失望了。出去！明天主动辞职，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是。感谢董事长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。你也回去吧，很晚了。董事长，那我先走了。这件事不能只是辞职这么简单，必须把证据交给警方。安盛的负面新闻还不够多吗？正因为够多，我们才不能冒险。主动报警，影响上可控；隐瞒真相，事情会更糟。于志远的事，教训还不够吗？好，这件事情听你的，但那个郝成义必须一起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真的是碰巧路过吗？安盛现在必须团结一致，所有搞内斗的人，一个都不能留。苏沫，咖啡。可以给你带的，谢谢。小苏，我们对不起啊。晚上一起吃火锅吧，把霉运啊都涮掉。好的呀，好呀，我们两个一起请你吃。好。苏沫，那天晚上你是故意去曹若成办公室的吧？当然不是。那为什么郝成义那天也在，把这一切都拍下来了呢？我也觉得奇怪。感觉郝成义一直在等着抓曹诺成的把柄。他们俩关系不错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怎么？难得打出一手好牌，还给我看这种脸？我只是在想，自己有没有防卫过当。防卫过当？疯狗在扑向你的时候，你还在纠结自己有没有反扑过度；等你在犹豫的时候，疯狗已经把你咬得体无完肤，骨头都不剩了。谢谢王总能够秉公处理，把这种恶人扫地出门。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自己吧。我自己能帮自己的只会是自己，能救自己的也只能是自己。这个我明白。但是这一次算是我自救呢，还是王总救人？合作愉快。好商务，他为什么就不能说点有人情味的东西？好官方啊！我在干嘛呢？为什么像谈生意一样？那王总，我先走了。小磊，你快看群公告啊！经公司高层批准，原招商部副总监赵祥庆正式升任 HR 总监。原 HR 副经理周涛在与前 HR 经理曹若成工作中有玩忽职守、利用公费携其亲属旅游的情况。经查明情况属实，经公司讨论决定解除其雇佣关系，即日生效。连曹总的副手都给解雇了，这下赵总在 HR 那是一马平川了呀。
借我的事情踢掉曹若成，让赵祥庆取而代之，果然就是合作没错。没想到赵总这么受王总赏识，直接升总监了。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多拍拍赵总马屁。又开始了。哎，说什么呢？赵总我又不是属马的。赵总监，我们招商部跟你们人力资源部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，所以以后请赵总监多多照顾我们啦。哎呀，这个嘛就要看你们这个表现了啊，工作还要认真，知道吧？赵总，总总，上次是你向我道贺，这次轮到我了，恭喜你。谢谢。哎呀，这样吧，今天呢我放点血，请大家去吃日料，好不好啊？都得去啊，都得去，好不好？谢谢赵总监。赵总升职不易，这顿饭肯定要吃的。身在职场要利用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。与其把筹码放在别人的信任上，不如靠自己的努力拿到实锤。能帮自己的只会是自己，能救自己的也只能是自己。这样带着明确目的的行动，才符合他的为人，不论对错，只谈输赢，这才是王君安本尊。好奇怪，明明赶走了曹若成，却还是开心不起来呢。但是这一次算是我自救呢，还是王总救人？合作愉快。赵总，办公室已经彻底的打扫过了，您看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。所有的办公家具都可以更换的。不用，挺好的。我这个人不太喜欢麻烦。这是什么？大展宏图，玻璃的。炫彩琉璃的。那不就是玻璃吗？帮我抬走好吧，不吉利，玻璃易碎，怪不得翻车了。这个，怎么了？太重了，搬不动。哦，行，那你回头找一个小伙伴帮你一起，好吧？好的，赵总。这又是什么？菊花啊，像个靶子一样，太不吉利。哎，这个你总搬得动吧？这个马上搬走。和平鸽，象征着和平鸽，象征着和平。毕加索画的，太好看了。帮我看一下正不正？赵总，正。哎，赵总，您看这咖啡机需要更换一下吗？换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什么牌子的？先放在这里吧，不要太浪费了啊。酒精帮我消一下毒。好的，赵总，您为人真是太低调了，跟在您身边一定能学到不少东西。哎，对了，安娜，我有个问题啊，挺好奇的。您说，安盛这个女员工的离职率一直很高，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啊？这个嘛，安盛的工作强度大，女员工嘛结了婚总想跳槽去个清闲点的公司，这也正常嘛。你也觉得很累啊？不累不累，为赵总工作是我的荣幸啊。这样，你呢去看看其他别的公司是不是也是女员工离职率高，找一下手头能够找到的数据，我要看一下。好，我马上去收集资料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法国分公司那边的数据也调一份给我，好吗？好的，赵总。记得关门啊。
晓得㑚儿子现在等阿里搭帮侬当队伍啊？回头带你来参观。哎呀，这个 view 啊，嗲得不得了。30出头的小伙子，能管好人力资源吗？王娟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他心里的算盘桌啊，早就拨好了。他这是切香肠式的清理。安盛广场，董事长，徐总。安盛广场现在的老人还剩下几个了？怪谁？看看你带出来的兵，不是贪财就是好色。老曹和老于的事情，必须引以为戒。这种因小失大的事情，不许再发生一次。放心，我向你保证，这种事儿再也不会发生了。啊，对了，这个郝成义啊，王娟想让他安排到安盛酒店当我的副手。我明明让他走人了，怎么跑去给你当副手了？王娟说，这郝成义也没有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，依然把他开除啊，恐怕老于的事情又会重演。我一想也对，反正他在我手底下，我把他摁住了，他不会起什么大风浪的。行，那就这么办。但是你要看好了他。你放心。接替郝成义的人定了吗？王娟不让我插手这事儿。看来王娟是要把安盛广场弄成她的私人领地了。那怎么办？要不然直接跟王娟。安盛改造是第一要务，不能打击她，先由着她的性子来。但是你要密切关注她的一举一动，不能让她成了脱缰的野马。你放心，按你说的办。这个好吃，尝这个。嗯。怎么了？这鱼的味道怎么怪怪的？这是阿姨在网上学的新做法，说是星级酒店都是这么做的。她说这样做嫩。我要喜欢酒店的味道，我不会直接去酒店吃啊。家里的菜就要有家的味道。你跟阿姨说别瞎搞。知道啦，我就跟阿姨说，不要乱搞什么其他味道。上唇认定了一种味道以后，就不会再变的，至死不渝。来，奖励你吃一个虾。来，慢点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安盛那边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？新鲜事儿？哦，你记得那个苏沫吗？知道。他在加班的时候，差点被人按在办公桌上，幸亏有人路过，要不然还不知道会怎么样。谁这么大胆子？说是人事部的一个什么总监，姓曹，他们老板挺好的，当时就把他开除了，还报了警，活该。还有这事儿呢？你再给我拔一个。啊。来，给。不，我自己来。哎，你们是几号军训来着？你刚在厕所照镜子照太长了吧？你看你刚刚那刘海捋了半天。拍毕业照呀，所以我要弄得美美的。未来金融界女神，毕业旅行你们打算去哪儿啊？你们都打算去哪儿啊？我们那边几个去日本的，我们仨准备去伊法瑞。哦对，还有去三亚的。啊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你们也是啊。哎，钟生。好久不见，我也觉得好看。嗨，文姐，快放寒假了吧？谁过去啊？感觉你好像瘦了一点。是吗？有没有帅一点？走。你假期去哪儿？听说是去日本。没有啊，我和小薇他们准备去莫干山玩。哎，等等。
莫干山啊，这不符合你金融女神的高端定位啊！闭嘴！会不会说话？是不是那种马湖民宿啊？不是，是去营地搭帐篷。那一定很好玩，感觉像是那种荒野求生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同学们，来，看毕业证了。行李刘阿姨已经帮你收拾好了，手机的国际漫游我也帮你开了。老外不喜欢手机支付，我连英镑都给你换了。总之你在英国踏实的学习，什么都不用管，那边浸润式的学习模式对你提高口语非常有帮助。记住，出门在外，安全第一。大哥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，你放点心好不好？哎，那几天我正好在法国开会，要不咱们在英国碰个头吧？你干嘛？什么干嘛呀？我又不是幼儿园小朋友去春游，你不要让我摊台好吧？这又不是去昆山，这是去英国，大哥，而且一去那么长时间，我能不担心吗？不是，你不是最讲究 teamwork 吗？有点团队意识好不好？而且我去国外的话，我要遇到什么困难，抢劫、劫色，我就把钱财什么全部都给他们，只留条内裤保密，这一点意识我还是有。你别说了，别说了啊，快吃饭吧。你越说我心越慌。注意安全。好好好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姐，听说那边的篝火营地特别棒，你真的不和我一起去啊？我们的准大学生呢，就应该去青山绿水，好好享受。至于像我们这样的上班族呢，就应该对着电脑默默搬砖。姐，你现在愿意这样自嘲，能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简直太好了。像那个时候，你跟那个姓童分手的时候，我还一直担心你跟自己过不去呢，大半夜上厕所还会看你几眼。只要肯放过自己，就没什么过不去的。你能好好去玩，尽情享受你的诗和远方。那家里的苟且我就先交给你啦。OK。汪姐，哎，学习很辛苦的，注意休息啊。好，好。手机少玩，哎，别熬夜了。是这啊。张叔，就到这儿吧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不行，王总再三交代，一定要看着你进去。不是，张叔，我这是个游学团，你一个老长辈在那儿忙前忙后的，别人看到我多丢人啊，是不是？王姐，我第一。张叔，我都上大学了，这自理能力是不是得提高一下？放心，我到了地方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啊。好吧，你自己小心点啊。哎，我先回去了。喂，赶紧把钟声他们那个定位发我。快！来吧，我们把这些水果都摆出来。好，待会儿我们就去附近的河水洗一洗。我带了这里的河水不但干净，还有丰富的矿物质，我们待会儿还能用来煮自热火锅。都摆出来吧。哎，那不是王姐吗？哎，王姐来啦！你不是去伦敦了吗？哦，放着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去伦敦干嘛呀？是不是？哦呀，这个借口可以的呀，王三少，我强都不服，就服你。厉害，居然都追到这儿来了啊！别瞎搅和你们俩，低调。老实交代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呢，该交代交代，该干嘛干嘛。我们呀去洗水果，然后吃自热火锅了。哎，你放着别动，有我王姐在这儿，女士们别休息。哎，那边有条河，河水挺干净的，你去那边吧。好嘞，走了啊，很快回来。是吧？王姐居然当我们的跟班。钟香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早就洗白齐了。别再瞎搅和了，你们，赶紧摆吧。